有没有声音？还是没有直播？到底有没有直播？有声音吗？声音清楚吗？还是大家又听不到声音？有人跌了不？有声音哦，有声音那就不舔供喽。到底在供三小？因为很久没直播了，让我先1分钟熟悉一下那个直播平台。哦，因为我很久没有用电脑直播了。有没有老观众？老观众应该知道我很早以前是直播开始的，因为我这个月想要测试看看，说135上正片，246改直播。我想要先测试这个模式，看能不能突破 YouTube 的降触及，降这个曝光次数。我想要用这种方式试试看看，然后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抖内，顺便跟大家多一点互动，因为其实很多人也是希望我开一点直播跟观众互动，不要看起来这么的高冷，跟你们距离好像有一点越来越远了哈。因为一开始的话也是跟那个流浪汉我的 partner 每天直播啦，对啊，所以今天就你们可以在留言区打说支不支持我这样的行为，就是到月底前，我们先试试看135上正片，然后246直播，礼拜天好问题，看心情啊，上片或者是直播都可以。你们觉得可以试看看吗？有人说不支持但是我看到支持的比较多。我246有聚会，没办法跟上直播。对啊，你看支持的人比较多，支持，那就通过了，那我们就通过了，可以吗？可以135直播也可以啦，我觉得你太严肃了。好啦，等人多一点，就开始今天打脸那些那个舔共媒体、亲中媒体是怎么断章取义、怎么抹黑的，真的很夸张你们有没有看那个沈博阳最近几天也是出席记者会，哇，那个中天东升都乱剪不然就是加快，有没有？他明明讲了很完整的3分钟、5分钟论述，他直接把它加快，变成叭没了。最好是他妈中天观众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啦。我跑车刚好可以看回放听。送货的那个跑车吗？就是大卡车那种。对啊，那我看大家都支持了，就是全票通过了。对，今天没影片，因为我想要测试看看135上正片246直播，因为 YouTube 你们都知道，他最近首页都是推旧片嘛，不只是我的吧，很多游戏的然后你可能以前的音乐什么，他不是都推旧的，还有你们关注其他可能娱乐或是吃喝拉撒的，他是不是都推旧片，比例比较高？那我就在想，他是不是因为他无法判定说，到底哪一些是 AI？哪些使用 AI 的影片里面有没有用 AI 的声音？它全部就一刀切，全部都砍。当然有几个特例的影片会突然窜红嘛，那这个另当别论，这毕竟是少数。但多数人其实跟我一样是受害者嘛，所以他就一刀切，好反正旧片没问题，绝对不是 AI，那我就推旧片。然后呢，新片他可能就放个2天、3天、4天，然后他再开始确认说，好，经过我的人工审核，发现你这支片不是 AI 影片，好，我开始曝光你的流量，推你的流量。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日更，那我不就挫赛？他刚好要解除我前几天那个影片的曝光限制，要开始推我旧片的时候，
可能3天前的影片，然后我又上新片，然后我上新片不等于说把我原本要曝光的旧片的流量给吃掉了吗？那这样等于说这2部你们大家又看不到了，所以我现在试试看135上正片246直播是这个意思。那直播我也可以跟大家分析更多这个时事的话题，然后观众有问题的话，我也可以直接回答。感谢你们抖内。不用什么连线阿管呛爆他，我都跟他说要跟他辩论那个中共身份证，他死不敢。问他说没有啊，中华民国啊，靠边，你不是说中华民国灭亡了？这个人哦，没有救了啦。为什么89按赞之后没有推荐？那个可以按，你说的推荐是什么意思啊？是那个吗？热推吗？热推仅限于50万的小频道，也不能说小频道，热推仅限50万订阅以下，这是 YouTube 给小频道的一个红利。89会在马来西亚吗？嘻嘻嘻嘻嘻，不知道哦。马来西亚特别的好哦。对，然后我们等人多一点，就开始讲一下今天那个要跟大家分析的哈，要怎么打脸那些亲中媒体那么乱剪辑、乱剪接，哦，是怎么在那边抹黑美国卖台的哦，这个脉络一次性的破解，真的是假人告搞呢。还有其他粉红搞笑连线吗？跟你的封面是用 AI 有关吗？这个没有关系耶，因为你看那个文昭啊，他也是用 AI 封面啊。他跟我说，他也差不多一开始的时候，上个礼拜降流也是降流嘛，然后他是这几天突然恢复流量，所以好像他对每个频道的那个限流期间跟结束期间是不一样的。对，我们人多一点，我们就开车咯，就上车今天的话题咯，好吗？我们就要开始打脸那些舔共的馆长啊，舔共的陆配啊，然后监督移民署啊，对吧？然后，我要跟你们讲哦，明天，我看到一些反对你的频道说你是为了钱又要失业，你的流量又在降，又在说你乞讨。你们可以看啊，最近不只是我，那个安真敏那个说书频道他也在讲，九将他也在讲，文昭我们也有一个群他也在讲，哦，然后。我们的反方历史哥，他昨天也在他的脸书讲说，某团体、某一些特定党派的网军在迫害他的 YouTube 流量。哦，那不言而喻，我猜测他讲的就是民进党啦。哦，所以如果按他这个意思的话，就说民进党不仅迫害了他，还迫害了我，还迫害了文昭，还迫害了很多5A的这个流量，还有迫害那个游戏直播主。啊，我朋友有在做游戏直播的，又有在做这个娱乐旅游的流量，在5月被砍，民进党好厉害，还迫害到欧美的去，太厉害了啦！难怪川普说不愿意来台湾，因为民进党都在迫害这个美国的 YouTuber， 太厉害了哈！对啊，你看，就有观众讲啊，很多频道都是在整顿嘛，是不是？唉，我这个礼拜六5月23号那个军购游行，有没有人要去？要去的下面打+1哦，让我知道你也会去，因为我也会去。5月23号哦，是23号哦，是23号的游行，就是要走路的那一种哦，不是集会哦，不是在上面拒绝统战哦，是要走路的。在那边打+1哦，让我知道你也会去。感谢斗内。主要4、6聚会，9点15分过后还是可以跟的，随你。我真的非常感谢你这个勇敢的频道，所以哎呦，蛮多人会去的，还有-1，那个-1就不用打了啦。好，来那天去的就来找我拍照吧，是吧？刚刚看了 Trade 的新闻，你姐姐还好吗？对啊，我姐这几天
在中山区嘛，早上他在那边吃早餐，跟他朋友吧，然后就遇到一个喝酒醉，可能刚从那个酒店过来的啦，可能刚从附近那个什么皇家啊那种地方有没有出来啊，刚酒醒啊，然后就在那边 K 笑发酒疯，然后就拿刀在那边恐吓所有早餐店的人，啊那边乱挥，啊我姐就把他拍下来。对吧？他们后来又回来找我姐跟她朋友们算账，说干你拍这是拍啥小啊？是不是怎样？然后又回去把我姐手机抢，就把她打，就把我姐他们打，把这2个女孩子打，哎，就这样。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是上个礼拜了，啊，我姐都没跟我讲哦。我姐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可以处理好，然后过了好几天，那些人还是继续恐吓她，威胁她。哦，把我姐跟她朋友打成这样，两个女孩子这样子，哦，然后说什么呢？不然和解好了，赔偿金几千块好不好？哎，台币耶，台币你当美金呐、当然不好啊，当然不好啊，靠腰哦。而且重点不是赔不赔钱的问题，是你的态度啊，你态度是这样子啊。哪怕你今天诚心诚意的说对不起，我酒量真的很差，我很不好。哦，我真的不应该这样。然后我竟然还随身带折叠刀出门，哦，还这么大一把，我真的很不应该。哦，我会去忏悔，该面对的刑罚我会去面对。啊，你要多少钱？那你开，我跟你诚心的道歉。我跟你说，你即便是这样子，我姐都不会这么生气。你还去什么医院呐？我姐去验伤，你去医院去恐吓他，他朋友，啊，私底下再透过其他人说一定要和解哦，几千块。好，不然1万呐，台币耶，先生。所以我姐昨天才跟我讲这件事情，然后我今天早上就发这个文，然后请议员的帮忙，好，然后现在整个事情都有在动起来了，所以谢谢大家的关心，哦，然后大家出门也要注意安全，哦，遇到这种的话，哈，一定要大家多互相帮忙，然后也要。非常感谢有很多这个路人愿意去协助我姐他们，好，就说，我可以帮你作证，我可以提供一些证据，哈，你要想啊，早上7、8点呢，啊，那一天还好不就假日，啊，那天早上7、8点，啊，小孩子在那边上学，啊，你那个刀在那边挥来挥去，那些中国张县中小，这很夸张呢，哎。我出的点子无人机呢，什么意思啊？我在湖北荆州听你讲课，哎呦，荆州啊，看三国的有了解三国，都对荆州这个很有感觉。好，等一下就来上课了，几千块台币折合人民币不到1000，对啊，真的很夸张哎。荆州刘表，那艾国坤没有来哦。有那个力气去抓老鼠，对啊，你第一次看直播，对，反正差不多，等一下要开始上课了哈。反正135直播，135上片，26直播，然后。明天我会出一个预告，礼拜6军购游行完之后，晚上礼拜6我会出那个纪录片，答应各位的纪录片，我会先推出来，所以大家记得晚上一样，晚上有跟我去参加这个军购游行的哦，游行完吃个饭回家，洗个澡休息一下，看我们纪录片，哦，睡个好觉，隔天继续暖心，然后帮我们分享起来，然后明天。礼拜3我会先丢一个差不多1分钟到2分钟的一个短短的预告，预暖一下，然后让大家再帮忙分享哦。这个日本的纪录片啊，我们去年12月去日本拍了差不多快1个月啦，关东到关西这样拍啦哦。然后包含那个安倍的夫人嘛，对吧？也有来台湾，这些都有去拍摄这样子啊。所以明天这个纪录片的预告片会出来，然后礼拜6晚上会正式上片。这支纪录片完之后还有4支纪录片嘛，我那天直播跟那个切片有跟大家讲过，所以请大家再多帮忙分享一下哈，可以去了解一下说为什么这个日本跟台湾明明都是面对反共，而且都在第一岛链，
态度却如此之大转变如此之大。我可以置顶我自己的留言吗？不然我看好多人都重复问我的问题哈，就说，有没有管理员可以帮我置顶一下？就说因为现在135我改正片，246要直播因为我要突破 YouTube 降我流量，对，反正5月23号跟5月24号都有军购游行，那我只会去5月23号的。那5月24号的团体他们要办这个游行的话，我也不会呼吁你们不去，但你们就见仁见智你们要去的就随你们，因为都是打着挺军购、挺国防。我做到的包容就到这里啦。246是几点直播？也其实都跟上片时间一样啦，就是9点10几分啦，最晚就是9点半，因为我看人差不多了哈。麦克风有杂音有吗？有杂音吗？他说有杂音呢，你听有杂音吗？没有。应该是风扇的声音很少哈。好，感谢你们。好，后悔跟贝古朗合作吗？都是人生经历的一刻啦，就是30岁不遇到，35岁会遇到吧；35岁不遇到，40岁会遇到吧。那那个时候遇到总比现在遇到更好吧？我觉得如果是不好的事情，早点来就早点好。89，根据你的观察，哪一个县市的小粉红居多？你现在在问我台湾吗？还是问我中国？中国的话是越往北小粉红越多啦，越往北越往东北越红，越往西边山区的地方内陆省份越红，越往南越不红。是这样子。我跟网友说我的政治立场就是饮水思源，喝台湾米吃台湾水，朋友就翻脸了。我发现大家都好想问我这个，山河四省，哎呀，这个是不是祖国的朋友啊？讲的很准哈。对，山河四省也是很红又专的地方。我跟你说，为什么你会认为广东也不少粉红呢？是因为其实很多北边的来南方打工，然后可能他的1代、2代都已经在那里了，所以你为什么会很红，也是这个原因啦。那其实你对比一下，越北其实是越红的啦。对啊，你看那个艾国坤，他香港的，对吧？他爸爸是深圳的他生来这边，他变香港2代啊，是不是？他也是又红又专的，但那你说他是香港本土的吧？其实也说上来也不算是嘛，是吧？好啦，感谢你们抖内。对，最近中国南方又下雨又淹大水，我真的很不了解，就是都几年了。每次下雨都淹水1楼1层半2层呐。我刚刚前几个小时看到有那个学生躲在3楼4楼，那水都淹到快2楼了，在那边求救。每一年的4月，最早4月就开始，4月到7月就是这样子。你能想象这个在台湾，民进党就被推翻了啦，推翻几次了？你们不是堰塞湖我就说那个地方，你们那些地方从古至今，如果就是这样子的话，你执政70年，你做不好的，一直在那边吹，我这栋大楼我这个写甲字楼CBD我1年就盖出来，我1年盖100栋，是啊，你这么厉害，你那个
南方地区几百年的水患你处理不了了，然后每年都要说淹水天灾啊！哎，我跟你说啊，在台湾这不是天灾啊，在台湾没有人会觉得这天灾，他会觉得说好一次两次算，长期这样那就是执政党的锅，就是中央的锅啊，地方执政的锅啊，不然呢？啊，不然选你干嘛？哦，那真的很可怜。你们去推特看那个李老师分享的，全部都在淹水，南方都在淹水，好，那个车每次都被冲走。每年的4月到7月，你们就是这样度过的，很能忍呢，很能忍。我跟你说，台湾人淹到脚踝就在骂，蒋万安下台啦，然后不然就骂民进党了啊，赖清德下台啦，妈的，我今天穿球鞋出去淹到我的鞋子啊，我很不爽啦。啊，在中国嘞，淹到咕噜咕噜了，还共产党好厉害，妈的，台湾省又在造谣了，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呢？这些咕噜咕噜的小粉红就说：“你看台湾人在抱怨，台湾人过得太水深火热了，哈，忍耐力不一样啊。”我再举另外一个忍耐力的例子嘛，就说，中国脱贫的标准是每一天11块人民币的收入，啊，美国跟世界的标准是每一天81块人民币的收入，啊，这能一样吗？能一样吗？不一样嘛。然后你就说，你看，我们穷人比较少，废话，你们11块啊，每次都这样子好了，我们带大家来涿州。好，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那个。I saw the statement from Taiwan. I thought that was a reasonable thing for the lead statement. 等一下哦，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川普，好不好？带大家来看一下川普，他接受这个媒体采访，他接受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采访，他说到很多议题，还有说这个伊朗的、中国的，然后中国是怎么侵占全世界的这个出口的。运用什么补贴的政策，对吧？然后又讲到台湾，然后又讲到其他国家的问题。那我就把他讲的台湾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到底原话是说什么的，而亲中媒体又是怎么切。你看他只有这样说的啊，带大家来看一下。But China made clear that Taiwan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m, and after you made clear that Taiwan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m, and after you 有出声音吗？各位观众朋友，有出声音，我开始讲。好了，我带大家一一来解析，来打脸。比如说像馆长那种人哈，不会去看原版也不会去看川普讲话是什么意思的哈。来，打脸。Made clear that Taiwan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m. And after your first meeting here, President Xi's spokesman put out a statement to the media, through the media, saying this: the Taiwan ques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in China-U.S. relations. If it is handled properly,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ill enjoy overall stability. Otherwise, the two countries will have clashes and even conflicts, putting the entire relationship in great jeopardy. You were still inside the meeting when that came out. That sounded almost like a threat. Was it communicated that way behind closed doors? No, it wasn't. Not at all. But it has always been their most important issue. And it's not a takeover. They just don't want to see this place, we'll call it a place because nobody knows how to define it, but they don't want to see it go independent. They don't want to do it. And I think they probably would do something pretty harsh, and then they would be met harshly, and bad things will happen. So no, it's not that. We talked, by the way, last night we talked the whole night about that issue. I think I know more about Taiwan right now than I know about almost any country. You think it dominated the talk? It's always been his most important thing from the day I knew him years ago. I've known him now 11 years, 12 years. It's always been the biggest thing for him, Taiwan. Now, with me, I don't think they'll do anything when I'm here. When I'm not here, I think they might, to be honest with you. But I'm not sure that they do anything if it remained as is. But they have somebody there now that wants to go independent. Well, it's a risky thing. When you go independent, they're going independent because they want to get into a war and they figure they have the United States behind them.
I'd like to see it stay the way it is. And I'll tell you something. 好，来看到这里，川普的意思不就是维持现状吗？我们再回头来看啊，维持现状，哦，川普的意思是不是就维持现状啊？维持现状意思不就是台湾不属于5星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是不是？是啊。如果不是的话，我怎么还在这里直播？我通缉犯呢？我现在不是应该被台北市公安局抓走吗？是不是？我怎么还在这里？就不是嘛？啊，就不是嘛？啊，不然呢？啊，维持现状就是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不然是什么？不然是什么？啊，川普说的，他跟习近平，川普说的，习近平认为台湾不应该独立，他会引发这个战争，对吧？他在阐述习近平的理念，然后他站在美国立场，他也觉得现在台湾不应该主动先宣布脱离中华民国，变成台湾国而独立。为什么？我说了，这个是从修宪包含公投。为什么？因为做了这个行为，会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法跟他们的基本盘粉红们交代，也无法再玩9·2共识跟一中模糊概念，更没有办法玩一中原则，是不是？他更没有办法去解释说，哎呀，你看，不是啊，中华民国都已经不存在了，那你独立出来，你是脱离谁呢？在他们中共的叙事之下，他们没有办法跟他们的基本盘交代，所以他为了巩固他这个神话般的政权，他不得已，即便他没做好准备，他也会出兵。美国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因为很麻烦，所以他希望两边都不要片面改变现状，就不就是现在这样子吗？啊，现在这样子就属于台湾，不属于中共啊，不然呢？啊，不然呢？我就不知道你们是以为自己捡到什么枪啊？现在就是台湾不属于中共啊！这些人真的是脑子有洞。我们接着继续看下去啊。Make a little news. I'd like to see everybody making chips over in Taiwan come into America because, to be honest with you, I think it's the greatest thing you can do because it's a heated situation. There's no question about it. And as you know, we have massive amounts of chip companies now from Taiwan already coming in. We expect to have 40 to 50% of the world chip business by the end of my term. And I think it should be even more than that. I think all of those chip companies, if they're smart, they're going to start heading to Arizona and the places where they're building. That's going to solve your problem. Should the people of Taiwan feel more or less secure? 好了，川普讲的这段的意思是什么？他身为美国的总统，他任何事情都要以美国人的利益为优先，对吗？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跟总统，是不是都要以自己国家为优先？如果能占其他国家便宜，其他国家没有反抗，或是其他国家没有跟你 argue， 或是他很笨被骗，那不就是你的国家占便宜吗？是不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会这么做？一样啊，台湾会不会？也会啊。中国会不会？会啊。日本会不会？会啊。你们自己会不会这样子？一定也会嘛。那人之常情嘛。如果今天你选的这个总统，他竟然是站在他国的立场，牺牲掉自己国家，这才有问题。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希望台湾的所有晶片产业过去。但今天美国的参众议员也表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所有整套完整的产业链，你过去起码要20年，而且最先进的制程你搬不走，因为美国人做不来，美国人做不来。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到底在想什么。他身为一个美国总统，他觉得说全世界最强的产业应该来我的国家，有什么问题吗？你自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日本人应该也是希望全世界最好的产业都来我国家啊？不然呢？不然呢？这有什么好反驳的？你觉得全世界任何国家遇到台湾问题、遇到中国问题都要无条件去帮中国或是帮台湾吗？你几岁啦？长大啦？After your meetings with President Xi? Neutral. This has the policy changed at all? No, nothing's U.S. changed. policy. No, nothing's changed. I will. 来，刚刚大家看到了吗？主持人问他说：“好，那美国对台湾立场跟台湾的政策有变吗？”川普刚刚是不是亲口说没有任何改变？没有任何改变啊，不就是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这亲中媒体都乱剪呢，就没有改变嘛？啊，不然呢？啊，不然今天赖清德是省长是吗？今天百日满地红旗，大家看的是假的吗？就不知道这些人是头脑有什么问题耶？哦，川普要卖台啊，就没有改变啊，卖什么台？北七。Say this, I'm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go independent and, we're supposed to travel 9,500 miles to fight a war. I'm not looking for that. 来，这点也是被大家断章取义最严重的。川普刚刚就说了，难道你要我们美军跑到9500英里外去打战吗？我不这么希望。这什么意思？就说今天如果双方中共跟中华民国谁先单方面跨出那一步，导致战争来了，无论是谁，川普都必须为了国际现实而出兵，但他不希望这么做。但如果事情发生，他得这么做，这个意思大家很难理解吗？今天消防员跟你说，你们两个不要在家玩火谁玩谁都不准在家玩火还开瓦斯还开满，开完再开打火机，再玩打火机你们也不准往别人家扔柴火因为我不想要出动我消防队的勤务，大家如果能平安无事的话，我们消防队的工作就会比较轻松。是这句话有什么错吗？这句话有错吗？结果这句话听到那个蓝白的耳朵里面变什么？哎呀，消防员要放弃我们我们失火都被火烧死了，好可怕我不知道你的脑袋想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是意外造成的摩擦的话，你不要双方玩火自焚，因为我不想要因为这件可以避免的事情而出勤去救你。但你发生了，我还是会去，因为世界的考量。我真的不知道这些人曲解能力怎么这么厉害是不是？我有说错吗？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我们接着看下去。I want them to cool down. I want China to cool down. But you're waiting on approving. 你看，他说了，我希望双方冷静，中国也要冷静。他也特别强调中国不然呢 billions of dollars of weapons for Taiwan. That's right. Is that I'm moving holding forward? it. Well, I haven't approved it yet. We're going to see what happens. What are you looking I may for? do it. I may not do it. Yeah, what's your hinge point? Well, I'm not going to say that, but 来，川普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到现在还没决定第二次的扩大军售要不要对台湾。他这边保持了战略模糊，对吧？我不确定，但你知道吗？史上最大给台湾军援的就是川普，从第一任期，包含这一次的对台军购。虽然我们的伟大的蓝白立委已经砍掉了几成，6成还是4成吧？是吧？所以其实问题不是在美国要不要，川普要不要第二次的给我们更多军购。我跟你说，即便他今天给我们更多军购，没有用啊，是不是没有用？有什么用那个赖士葆今天就会站出来，徐小新就会站出来我们要砍，不要买美国武器对啊，所以问题不是在川普要不要卖军购给我们，是我们会自己挡住是吧？问题在这里吧。I may do it, I may not do it. But we're not looking to have wars, and if you kept it the way it is, I think China's going to be okay with that. But we're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say, let's go independent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is backing us. So President Xi probably. 好，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他认为现在台湾还是中华民国不要先脱离这个中华的外衣，让中国共产党没有办法玩一中框架，没有办法玩模棱两可，就像馆长这样就像詹江村这样我是中国，好，你舔共不好意思，我说的中国是中华民国，对中共以后就不能玩这招了，是不是？他不能玩这招，他就会生气因为他可以玩这招来统战嘛，对吧？就会像馆长那些投机的人，我是中国中华民国，不好意思如果你一旦脱离中华民国，馆长这些詹江村的人，他以后就没有办法玩这招。我是中国，因为以后这样的中国就只剩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懂吗？所以中共会为了这件事不得已出兵打台湾，即便他现在还没有整顿好他的能力不然你跟我说这个2任国防部长怎么死掉了落马死缓，然后这个歼20的设计师阳痿，他真的阳痿了，他被落马了，
还有这个中国武器发展部的，还有这个你们叫中科院还是中研院的，你们的院士被落马了20-30个，伊朗战争之后被落马这么多，这个原因这个非常好去理解啊。伊朗战争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习近平发现了，哎呀，我们卖给伊朗的武器好像真的命中率不高哦，良率不好，所以被发现了，在伊朗这场战争中被实践了，被实践了。你们知道哦，在武术馆打架跟街头打架是不一样的哦。你每天都在接那个武术馆练，都很厉害，佐佐木小次郎，对不对？哇，很厉害。但是他实战跟宫本武藏的时候，他被屌打，因为实战就是另外一回事，很多的阴谋诡计、狡诈，还有很多不确定性，都会影响你这个武器的性能。所以伊朗战争让习近平发现，哎呀操，我的卖给伊朗的武器啊、飞弹啊、雷达啊、防空设备、电子系统，怎么都被美军破坏？怎么电子干扰系统都破坏？怎么命中率这么差？抖音上面啊，好不容易我叫王沪宁去抖音的党支部帮我调一下，说，哎呀，一天要在抖音上面帮我宣传，我炸了50辆林肯号，50艘林肯号，统计到上个月，统计到4月底之前呐、从2月开始到4月底之前呐、林肯号沉没不下5000艘了啦，林肯号已经被打成5000艘的啦。我记得我有跟一个小粉红，在聊天嘛，哦，然后那个小粉红说什么呢？那小粉红就说什么，干，哦，你不知道林肯号是一个型号哦，哦，美国的航空母舰叫林肯号，然后很多艘航空母舰，所以我们打成了20艘林肯号。就这种智商的人，你要我怎么跟他沟通呢？这没有办法沟通的。But China made it From clear Taiwan, that I thought it was a Taiwan reasonable is thing for the very leader there important to to them. say. And after They've your got first to meeting flex their here, muscle a little President bit Xi's spokesman and put out a declare statement again to that the they media. are an independent So country and they President must Xi remain so. We probably have an liked interest in that, as again do all freedom-loving. But China Statement made from clear Taiwan. that Taiwan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m. And after your first meeting here, President Xi's spokesman put out a statement to the media, through the media, saying this: the Taiwan. I'm not going to say that, but I may do it, I may not do it. But we're not looking to have wars, and we're. So President Xi probably liked that you haven't approved the weapons to Taiwan. I would say like is maybe too strong a word because he thinks I could do it with just the signing of my signature, unlike Biden who couldn't sign his signature. No, I'm holding that in abeyance, and it depends on China. It depends. It's a very good negotiating chip for us, frankly. It's a lot of weapons. It's $12 billion. It's a lot of weapons. But, you know, when you look at the odds, China's a very, very powerful, big country. That's a very small island. It's, think of it, it's 59 miles away, 59 miles. We're 9,500 miles away. That's a little bit of a difficult problem. With all of that being said, you know, if you look at the history of Taiwan, Taiwan was developed because we had presidents that didn't know what the hell they were doing. Because if they would have put tariffs on chips coming in, they would have never left. Everything was about Intel, and everything was about our chip companies. They stole our chip industry. So I've said that for years. I said, you know, for years they stole our chip. If we would have had one of our presidents just say, we're going to put 100% chip. You can leave, you can build in Taiwan, but you sell it back into the United States. We're going to put 100% or 200% tariff. We would have never lost the chip. We lost the chip industry. It's all coming back. And I do say this, Taiwan would be very smart to cool it a little bit. China would be very smart to cool it a little bit. They ought to both cool it. 好，我们看完了，你可以很明确的发现，川普他这一集的专访不是只有聊到台湾哦，我只是截了台湾关于台湾的片段给大家看。他前面有讲到很多电动车啊，然后中国关税的问题啊，然后购买他们的东西啊，音波啊，伊朗的问题啊，然后其实都围绕着中共。他这个直播，他这个专访的意图在哪里？
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各个国家的民众对于自己国家的总统跟立委选举、中期选举，是不是更注重于内政？是不是更注重于民生、经济？我的通膨能不能缓一点？我的这个物价能不能跟得上？我的薪水能不能跟得上物价？虽然美国的经济在疫情之后，全世界都是热络，所以通膨严重，对吧？经济有在动是好事情，投资发展都很好，但是这个仅限于中产以上的人，因为你有更多的钱去投资，你有这个眼光，你还有这个能力跟时间去学习。但对于底层的人来说，他很多时间世界上都一样的，都被这个生活给绑住太多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跟得上这个物价的波动，所以他们还是领着最低或是相对低的薪水，所以他们更在乎的是中期选举。中期选举的话，那就是剑指在内政上，所以它里面都在讲说，其他国家都应该来美国啊，包含台湾啊，包含日本的产业啊，包含韩国，包含中国啊，所以中国偷走了我们很多这个关税，偷走了很多我们的这个最惠国待遇啊，台湾也让我们的晶片怎么样了，所以我们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复兴，中期选举又赢一波啊，这不就是选举啊？不然呢？选举是一回事情嘛？真正落实，实际上怎么走是另外一回事情。你们有看到昨天那个被 BBC 曝光不对，被美国的一个随行导演曝光，应该是导演还是记者？anyway， 总之其一啦，他站在那个赫克塞斯的后面，那个美国的国防部长跟战争部长的后面，习近平跟卢比奥握手的时候，习近平没有说谢谢哦，然后习近平跟卢比奥握完手之后，他跟那个战争部长握手，然后战争部长他有跟战争部长说谢谢，战争部长也跟他说谢谢，然后那个镜头就拍到那个川普跟那个战争部长使个眼色，这样，这代表什么？战争部长先给川普使眼色，然后川普才回一个战争部长对习近平使这个眼色给川普是什么意思？我们要好好的谈，我们要出卖台湾，是这个意思吗？是这个意思就不用销毁中方送的所有礼品了啦。这么喜欢中国，这么觉得台湾可以被出卖，那很好啊，那不用销毁中国的礼品啊。为什么要担心有窃听器？为什么要担心任何的东西都被装了定位系统啊？不用担心啊，中国很棒的啊，是不是？你看人家做了什么嘛？如果你觉得不够打脸的话，我继续带你们看更打脸。But China made clear that Taiwan is very. But China made clear that Taiwan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m. Declare again that they are an independent country and they must remain so. An interest in that as. 来，这个是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他最近这5天呐，不对，这三天，他公开讲了2次支持台湾安全跟台湾的独立发展。美国的议长，你可以理解为立法院长，他就是佩洛西以前的角色。你看一下他说了什么。Again, do all freedom. Statement from Taiwan. I thought that was a reasonable thing for the leader there to say. They've got to flex their muscle a little bit and declare again that they are an independent country and they must remain so. We have an interest in that, as again do all freedom-loving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lways been concerned, and we've made America's interest very clear. Our position on Taiwan, they need to stay independent and secure there, and we have an interest in that, as does everybody around the world, because of chip manufacturing and other reasons. 美国国会议长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美国这2年来开了这么多次对于台湾重要的听证会？你们知道为什么美军确实对我们的军购有一些延宕，没有全部，确实有2-3项延宕。什么原因？美国的 F-35跟 F-16转移生产地，搬迁新工厂。搬迁新工厂，那意味着工人全家举家都要搬去新的州住。很多工人不愿意啊，很多技术员也不愿意啊。但美国又不像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嘿，党说你去就去，你怎么不能去呢？你不去是吧？不可能嘛。
美国总统跟美国军方没有这种权利去让技术工人无条件的搬迁过去，你必须经过人家的意愿，而不是强迫。所以很多人不愿意过去怎么办？去新的州要重新培养新的人，重新培养新的人要不要时间？培养完要不要验收？验收完要不要时间？验收完是不是要重新制造？所以你重新培育人才，这是要个时间的。但是美国的听证会，去年跟今年年初跟大家分享过了，他们国会议员跟很多将领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也觉得我们要找出新的方法去改善，否则台湾的亲中势力会利用这个去挑拨以美论，去散播美国放弃台湾要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意图，所以他们的听证会我有做了完整的翻译。所以为什么这些蓝白跟中天的观众都不会去看人家的听证会，然后在那边道听途说呢？好，等一下再带大家看那个卢比奥。好，我们小聊休息一下，看个留言。这节课先上到这里，我们缓一下，看个留言，等一下再带大家来上课。好，对啊，有人说对啊，我看了台哥跟贾董吃饭的画面，下面一堆蓝白破防。是啊，这很好笑啊。他们那个直播里面，他根本就没有讲到说是哪一个政党或是哪一边的支持者，他就说你不觉得台湾不好，你觉得自己不是台湾人你就滚蛋。你在破防什么？有什么好破防的？不然你去美国玩，你跟美国海关说 I'm Chinese, I'm China, China, CCP, China, Chinese， 来你讲啊，你讲嘛，遣返，你讲嘛，这些人真的是好，我看到有人说什么呢？好，感谢你们送的礼物跟这个斗内。好，这边再复习一下，明天我会上那个去日本拍的纪录片的预告片，然后礼拜六参加完军购游行晚上拜托大家多帮忙分享在你们的 FB 跟 Trade 平台，我会推出一个将近30分钟的纪录片，好吗？礼拜六晚上，这礼拜六523军购结束之后，好。感谢你送礼物这个是什么？一个火是不是？热血沸腾，然后比爱心，还有一个这是什么？9欧元嘛，首次斗内，感谢你。89我是大陆的，我们之前聊过，我15岁男生在大陆支持你，快回复什么意思？你看，又有一个只看标题不看影片的。我说 YouTube 在逼很多网红要退，这些人就是这样子。好，你们有什么问题哈？有什么问题在上面回这个可以打在留言区上。然后差不多在1、2个问题之后，谢谢你的这个斗内跟礼物，有一些问题问完之后，我们就继续讲台美关系，再进到下一段，票民进党谢谢。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中天的媒体都不会报道这些，就是很多人就说很多中共的，还有包含小粉红跟这个蓝白他们都会觉得说，哎呀，美国跟中共是一样的，定于一尊，一个人说的话是算，不是民主国家不是一个人说的算，赖清德说的也不算，对吧？川普他一个人说的也不算，但是在北韩金正恩他可以说的算，在中国习近平他可以说的算，不然呢？馆长今天还在那边说，我操，馆长今天很夸张我等一下想分享他那一段给大家看，真的他们很夸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吧，美国的国会议长带头出来讲话说，2次刚给大家看了，支持台湾独立性跟支持台湾安全，会保护台湾。好，这是一个分权机制。还有卢比奥国务卿，他是不是也讲了，
要支持啊，感谢你的斗内。卢比奥他是不是也讲了要支持台湾？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那个卢比奥讲，刚看完那个美国国会议长了嘛？那我们看一下卢比奥讲什么。哦。President Xi stressed to President Trump that the Taiwan ques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in China-U.S. relations. Talk to me about that moment when that was discussed. Well, they certainly feel that way, and they always raise that issue, and we understand they raise that issue. From our perspective, any forced change in the status quo and the situation that's there now would be bad for both countries. And so we always reiterate the point. We hear them when they say this. We always respond by saying anything that would compel or force a change in what we have now would be problematic. Our policies on that have not changed. President Xi requests to President Trump not to sell weapons to Taiwan? Well, that topic has been discussed in the past. It did not feature prominently in today's discussion. We know what their position on that is already. Nothing has changed in the way the U.S. views the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It will defend Taiwan, as has been historical. U.S. policy on the issue of Taiwan is unchanged as of today and as of the meeting that we had here today. It was raised. They always raise it on their side. We always make clear our position. Do you think China wants to invade Taiwan? Well, I think China's preference is probably to have Taiwan willingly, voluntarily join them. In a perfect world, what they would want is some vote or a referendum in Taiwan that agrees to fold in. I think that's what they would prefer. Ultimately, it's featured prominently in President Xi's mandate in the time he's been in office. He's made clear that what they call reunification. That's what they. 好，我们看完了。是不是可以发现，国务卿他说了支持台湾会保卫台湾的安全，美国国会议长也说了会支持台湾的独立性跟保卫台湾的安全。川普他虽然讲话比较放荡不羁，但他是不是也说了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我不知道。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事情还可以被炒作成以美论呢？很夸张哎！你们的媒体识读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哎，我直播是不是断了？没有吧？没有断。OK。哦，感谢你们大家加入会员，也谢谢你们这个斗内，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就说你们身边有没有以美论的人啦？就是当你甩出这些证据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干，我不想看，我不知道，妈的，干，卢比奥跟这个美国国会议长竟然说要支持台湾呢，好可恶啊！你们这些人怎么了？我不管你怎么定义自己的国家是中华民国还是台湾，在中共灭亡之前没有区别。我们更应该遵守的是什么？你现在享有了这个体制，跟中共一样吗？不一样。这个体制是中共给的吗？不是，这是台澎金马的居民去用血用泪去换来的。现在与中共不同的制度，那你既然享受这样的制度，当这个制度跟这样的福利、跟这个社会、跟这片土地遭受到别的势力的入侵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挺身而出？就是很简单的道理啊，不然你现在在假狼告什么？权利义务不是不可分割的啊，不然呢？是奇怪，而且。你知道我们是几月去参加那个演习的？4月吧。Hello，嗨，我们是4月去参加演习的吗？我们4月去参加那个演习啊。我从美国刚回来2天，我去参加在中部的演习，多少美语老师啦？有多少的美语老师跟军民联防啦？有多少啦？有多少美语老师在那边啦？还有前印太的司令也有来这个现场指导教学啦，我有去侧拍啦。有多少美语老师？
真的是真的是这些人，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觉得国民党的立委很坏。你说国民党的立委他不知道台湾有很多美语老师吗？台湾军营很多美语老，他们不知道吗？他们知道啊，但他们知道，他们还是继续散播以美论啊。美国要卖台了，美国怎么样不好？你不知道有美语老师吗？你知道啊？那你怎么还在散播以美论呢？因为你知道这些美语老师是不能被曝光的啊。你对吧？所以你就利用这个讯息差。你看，你一旦大量曝光，有多少美语老师，然后他们的资料是什么，中共就掌握到了，中共就会开始想办法弄他们在海外的系统去弄他们，去迫害他们的家人，任何方式他们都可以去尝试，去间谍也好，去美女色诱也罢，任何的方式。但是我相信啊，有心要出卖军人情报的像马德这一类的人啊，就会从军营里面去收买，把你们那边的美语老师的资料卖给我中共啊，卖给我马德啊，我马德把这些资料交过去中共，交过去对岸，让他清楚的知道说到底有多少美语老师美军在台湾。对啊，所以不公开是这一回事，不公开是不能让中共知道我们真正的实力到哪里。他认为只有60%，但实际上我们有80%，那他没有做好这个准备，他就会丧失那2%。但如果我们今天我们不公开的话，会有这样的一个好处，那坏处就是会被舔共的政党跟舔共的人去带风向，说你看美国要放弃我们了，因为他吃定了执政党不能讲台湾有多少个美军跟台湾有多少个美语老师。但是这件事情如果公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稳定台湾的民心，台湾人会觉得很安全。但相对的来说，负面的情况是什么呢？中共他就不用去搞这么多渗透，你就直接公布多少美语老师了，那我何必呢？是不是？所以这两边的政策有好有坏，你们更倾向于哪一边呢？可以下面留言告诉我，1还是2？感谢你们的抖内哈。谢谢你们的抖内。我来找个馆长今天的直播，我把它下载下来，我把骂烂，真的很恶心这个人。好，你们留一下哈，我把那个他的影片下载一下。都不知道在公三小他。感谢你这个死老头加入了16个月的台独分子。是89宝，实在不想看，供他小啊。感谢这个猫猫你的抖内什么的哦。好了，就是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呢。好了，这刚刚那个课也上差不多了哈，我们再小聊休息一下，然后等一下就进入到这个痛呛馆长的环节哈。刚刚前面那个以美论全部都已经解释清楚，也放出这个证据了，是不是？感谢你们的抖内跟支持啊，让我们更有动力去做更多的纪录片。然后这里带大家来上一下课哈，来补课，来哦。有没有看到台湾嘛？对吧？然后第一岛链。然后那个有打星星的啊，有1、2、3、4、5、6、7、8的啊，那个地方叫做美军的基地。美军的基地，来你看一下，这边有几个美军的基地，然后第2岛链这边又有几个美军的基地，所以川普他会脑子有洞，然后把台湾送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让台湾变成突破第1岛链的核潜艇跟核弹的战略基地，是这样吗？然后呢，台湾就正式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台湾就可以
被打烂，美军也可以打烂台湾，中共也觉得台湾被打烂也没差，反正上面的人很多都接受过民主自由，跟美军开战打烂的对我来说没有损失，打烂的最好，我再让新一批的山东移民全部过来，东北移民过来，又红又专，然后以后台湾人讲话都是东北口音呐，跟山东话的口音呐，以后这就是台湾的口音啦啊，是这样子吗？川普为了200架波音飞机，把战略位置送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让中共的核子潜艇可以直接到冲绳基地跟菲律宾的8个基地，是这个意思吗？是这样吗？这个商人是这样干的吗？这个总统是这样干的吗？世界上我找不出哪一个人可以这样干呢？谁会这样干？啊？我相信只有那个大陆那个历史上会出现啦，大陆那块地。石敬瑭啦，还有谁会这样干？没有人啊，没有人啊，谁会这样干？你跟我说这是一笔很划算的交易吗？你疯了！哎，妈的嘞！中国要跟我买2000吨的牛肉，好啦，我们把台湾送给他啦，然后我们每年再花1兆的军费，再加强那个菲律宾跟冲绳的基地，你觉得这划算吗？你们可不可以动一点尝试想，这划算吗？以美论也要有点尝试跟概念啊，不要张口就来呢。好，感谢你们大家的抖内，谢谢你的1500，凤牙，感谢凤牙兄。哎呀，我昨天看到一个留言，我很伤心呢。我昨天看到一个感谢你的布丁猫，我真的非常喜欢猫。我昨天看到一条留言很伤心，有一个人跟我说，他说什么？哎呀，你看我这个记忆力也是哈，对于政治都是记得很清楚，对于自己生活就是忘东忘西的。他说什么？他说我真的很不想念干。他说89加油，我从国中开始看你的影片，现在都要大学了。哎，还有人说89，我是马来西亚人，我从高中开始看你影片，我现在已经大学要毕业了。还有人说我是从高三看你影片，我现在已经出社会工作了，谢谢你，靠北。还有人说，我从小3开始看你的影片，我现在要国中毕业，我要升高1了。哎呦，我已经这么老了，我好老哦。我都不知道我现在是这样的呢，感谢你送的布丁猫。也能体会那种我以前听你的音乐长大，我以前看你影片，哎，怎么有一种肾结石的感觉？但不好了，我们这个讲的议题不一样哦。但是，我从志愿役士兵第2年开始看，但是。89，我从小看影片长，好了，不要再留这个言了，我听起来会很伤心。岁月如梭，对不对？时光稍纵即逝，好，查了一下，89比我还小，真的啊，然后就是什么德不配位，公大小，以前直播那时候应该比较多青涩感觉哈，有没有老观众啊？就是19年、20年就已经在的观众，帮我留个言+1，让我知道，好吗？我们等一下闲聊完，继续上课，馆长精彩的打脸，好不好？假赛啦，我婴儿的时候就看89长大。我是从流浪汉跟你一起模仿拍韩粉的时候，哎呦，真的哦，没事啊。真的这么多+1吗？感谢这个抖内。可以开没文之语，不会被高抽成平台的抖内，我留言一直出不去。我大年10岁，从成年看你影片变中年，有没有更安慰？好，有啦。真的好多老粉呢，都是+1的呢。不是说+1打脸馆长啦，我是说+1从19年跟20年有看我影片的啦。好可怕啊！我从24岁做到现在31岁。你知道让我最明显感受到就是体力的差别。以前可以熬夜做影片什么的，然后跑透透，
不会累呢，不会累呢。现在吃淀粉，然后就会晕碳，就会这样子。然后以前啊，我27岁的时候，28岁的时候，我可以一天开快要1000公里，我可以从拉斯维加斯。啊，对，拉斯维加斯，我差点说阿拉斯加。我可以从拉斯维加斯开到洛杉矶，再从洛杉矶开到，那个叫什么？加州的首府叫什么？那个加州的首府叫什么？加州的首府叫什么？来，帮我回答一下，加州的首府叫什么？可恶，忘了啊！对了，萨克拉门托啦。对，我可以从拉斯维加斯开到洛杉矶，再开到萨克拉门多，1000公里耶。台湾绕一圈900多公里，我一天就可以环台还多一点。我那时候开，我只休息了2趟，哇，很有精神。现在我开不到100公里，我就要这样，不行了，我要休息站，我要这样，我要这样了。然后一直喝咖啡，一直喝提神饮料，这个生理时钟，这个生理机能真的是衰退的很严重。30岁是分水岭。我从21岁开始看花莲博爱特区，当时流浪汉真好笑。对啊。好。有人说我考大学的时候是不是晕碳？怎么会上中州大学？然后我来跟你们讲一下为什么会上中州大学。好，我一开始在读新城国小，然后后来转到花莲市的明理国小，然后上了花岗国中。花岗国中之后，第一次因为后来我成绩都很好的，我成绩都前5名、前10名的。国2开始之后啊，混吃等死啊，玩啊，当配件啊，然后呢，成绩就一落千丈。一直到第一次基测考了200多分，270多分，那时候连花中跟花商都上不了。然后考了第2次基测，我第2次基测考了330还是340吧，满分是410。我利用2冲的时间，我把240多分拉回到330、340，我可以上花中了，我也可以上花商了。花中是花莲第1首府男子中学啊，但是我这个人不好意思，我好色啊，我就这么承认，我就不想上男校，我就觉得男校都是臭男生，我受不了，我需要一点阴柔的来调和一下。视觉让美观一下，然后我就选了花商的资料处理科。我本来要选那个应用外语科，但应用外语科我发现男生只有2、3个，我不想要觉得这样太特别，所以我填了资料处理科。所以我是高分进去的，就是这样子。然后呢，我上高中之后，那叫高职啦，花莲高校、花莲高商。我发现我的兴趣是拍片，我每个6日都会揪团揪人组成剧组拍搞笑短片，拍着拍着我就对电影很有兴趣，但是商校教什么？教会计、教经济，所以为什么我现在可以解释中国经济？我为什么可以解释这么透彻？因为我以前读商校的，会计、经济，然后什么商业学，是不是？我是不是有做这些？有啊，所以我看到那些数据图表，我上手就来，我可以张口就来啊。但是电影系的我们学校没有教啊。花莲没有电影系的学校啊，台北有啊，台中也有啊，花莲没有啊，所以那时候我要进电影系怎么办？我不能考统测我们学校进大学，一般大学是要考统测，我不能考统测，统测只能进科技大学，是吧？那我就只能考基测，学测高中没有教啊，所以那个时候我要读学测一般高中的书，我还要兼顾自己统测的书，商业、经济、会计，然后要学历史、地理，然后更进阶的国术英、自然、地理科学，我还要去看电影系的书。我那个时候扛了3个书，然后我学测成绩出来，我好像考45几分。45几分，满分70几分嘛。我自学读了45几分还差吗？我自学我学校没有教然后我进去，我成绩低空飞过那个台艺大那时候是42几分可以上，但那个时候开始有推繁星计划，你的面试占比，然后还有在校成绩都很重要。那推过去，
我加重起来，我候补第一，我候补第一啊！我后面还有6个候补啊，我候补排第一啊，就没进啊，所以一般大学我考不进去啊，那我是不是剩下统测？那我统测我不能考商业啦，我考商业，我考会计经济，我进不了正常的那个，比如说朝阳科技大学的影视传播系，对不对？还有哪里我也不晓得，中国科技大学吗？还是哪里？对吧？我如果考商业，我进不了啊，那我只能考 S， 不是死掉的那个 S 啊，是 S 艺术的 S 啊，艺术的 S 学校没有教我艺术啊，花莲的书局没有卖，我自己跑到台北的书籍去买，我去买电影学理论、电影学概念、色彩学理论，因为我的统测要考 S 艺术群，我自己去学这个考，我最后考了，我考几分？我忘记我考几分了，满分统测是几分？700吗？我考了520，我考了520，我考了520啊！那个时候哪些学校可以上？朝阳可以上，中州可以上，大业可以上啊！我选中州，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在那边可以当第一名，我就学啊！确实，我进去之后，我历年的成绩都是第一名，我包含拿下了毕业纪念展的7项影展的头奖，最佳导演、最佳影片、最佳音效、最佳设计、最佳音乐制作、最佳影片制作，全部是我们拿的。还有一个最佳男主角啊，当然不是我啦，是我们剧组的，但也算在我们团体。我拿下7项大奖，我宁愿在比较不好的学校当出色的那个，我也不要在比较好的学校当平庸的那一个，这是我的选择。我做的也是对的，所以我那个时候考进去之后，然后到了第2年。我去看学弟妹新生进来，我看到，为什么墙壁贴一个500多分开始可以免学费，还可以有奖学金补助？我就看这个成绩好眼熟，这不是我成绩吗？然后我就问我们班导，我说，这是我考的成绩，我可不可以领奖学金补助？我可不可以学杂费全免？然后老师说，是你啊，你就是历届以来近10年最高分进来的，原来是你啊！我说对啊，是我啊，那我可以免学费吗？因为我爸那个时候跟我说，如果我考不上国立学校，我就要自己学贷，结果我就自己学贷了，我爸妈不爽啊。然后那个老师就说，好了，你也可以领免学费，你怎么领？你重读降级，然后弄你前1年的成绩报。我说干，我不要，我才不要再回去当学弟妹，神经病！我大学读5年，就是这样啊，不然呢？你觉得这个我编得出来吗？我这个张口就来，这个可以编得出来吗？这就是我记忆里面我脑袋的东西，我就直接跟你讲清楚啊，因为这是我过去的经验啊，我可以随便张口就来啊。你觉得这个编故事可以编得这么顺畅吗？神经病！所以又怎么样？然后出社会之后，你的成就在哪里？这是你要一直往上追的天花板。然后我不知道你们这些月入3、5千的靠背杀小，我真的不知道好，大陆人到此一流，不知道89是否敢连线？我不是89顾的演员。那个你们可以寄信到我的信箱好吗？然后我下一次直播我就会先找你们做准备，因为今天不行，但是你可以先跟我约好，说下次我会把设备都准备好。我也是。好，我们开始打脸那个漏呆了，好不好？还有感谢大家抖内，就是我们还是要打脸一下漏呆啦，好不好？真的是有够霸呆，真正是哦。台湾的政治的确有很大的弊病，我们看民进党就好，它就是一个最大的弊病。台湾，20岁那一年，因为升迁压力，看一大堆粉红的人生效果片，在工作上减了很多压力。感谢89，谢谢你哈。好啦，我们在打脸漏呆之前，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概念。为什么我有时候会说大陆？
为什么我有时候会说中国？你要清楚哦，当我在带入小粉红跟中共视角的时候，或者是我在解释大清大明的时候，我会叫那一块土地为大陆。记得啊，那个是土地，那不是一个国家，因为那时候国家叫大清，但是它的领土统称来说叫大陆，所以我会这么去解释。但是如果要讲到这个概念上的话呢，我就会说，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现在的中国，以及它现在中共5星旗插的固有疆域。所以有时候你们不要对大陆这2个字太敏感，就是说你们要知道，有一些人他在讲大陆的时候，他的前提是什么？例如我在讲大清那个领土上，很多那时候大清的版图，我就会说大清的大陆上会出现很多，对吧？我就会这样子去讲，不代表我认为台湾跟现在他们自称的大陆是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OK， 讲完这个前提了，我们来打脸这个霸呆哦，真的是不知道他在攻三小真的我不知道他在攻三小来咯。的确有很大的弊病。我们看民进党就好，它就是一个最大的弊病。台湾已经落后10年，为什么落后10年？就是因为台湾的制度的关系，因为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假民主，这叫假民主，假民主之实，行独裁的之实。假民主之实就是我又挂着民主的名字，我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但是我在做的东西一点都不民主。你让我拿到这个权利之后，我就变成独裁。接下来这4年就是我的电视台是我的，网络是我的，司法是我的，经管会是我的。我要让谁赚钱，谁就赚钱。我要怎么花钱，我就怎么花钱。我要怎么控制舆论，我就如何控制舆论。我要让谁不好过，谁就会不好过。这就是挂着民主之名，做着独裁之实。我不做事就是不做事，这叫假民主，真独裁。台湾。好，我真的不知道他在攻三小，我真的不知道攻他，我先把他脸挡住。就是他如果不讲民进党的话，大家会觉得他在讲中国共产党嘛，对吧？他是在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吧？赢者全拿，拿了几年？拿了70几年，然后呢，全部都控制。来，妈的，我一定要找这个给你们看。来，我看一下谁才控制全社会哈，真的不知道在攻三小这个真的是真的是霸呆啊，真的是霸呆啊！你看这是什么啦？这是什么啦？为什么配送外卖要有党支部啦？为什么啦？这什么啦？你跟我讲这什么啦？中国的学校里面有校委书记，医院里面还有这个党委书记，企业里面也有党的书记，宗教团体里面也有党的书记，街道办还有街道办书记跟街道办主任，他小到连街道、连社区都有党的书记，一直到企业到大公司，连外送平台都有党的书记，党的监视的人纪委，然后你跟我说台湾比他们更独裁，然后中共没有全拿，央视说党没信党，你在攻三小所以他们那个叫真民主，我们叫做假民主一个人3连任执政15年一个执政党把自己写入宪法，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永久合法唯一执政党，70几年历久不衰，万年不变，我好民主是这个意思吗？不，你这个人为了舔共真的是都不知道在攻三小，这到底在攻三小然后嘞，来，中国的学生上课小学生要读这个要读这个，然后你跟我说他们好民主要学这个金将军、金正恩的东西都好民主，要学习近平的东西好民主这什么啦？这什么啦？我以上讲的，今天民进党如果在 Foodpanda 跟 Uber E 里面放一个民进党党支部，你馆长会说什么？哎呀，跟共产党一样好民主这才是真民主。你会这样讲吗？你会不会这样讲？你会吗？你会不会？公三小这个人，然后他可以在台湾，他可以在现有中华民国的领土上面
今天继续开直播，干民进党下台了，赖清德妈的哎，哦，今天那个57-0呐，还是56-0，民进党控制司法，弹劾总统竟然没弹劾过。来，你再发起一个弹劾习近平给我看，然后你去四川直播的时候，你就在 B 站上面给我开直播，在抖音上面开直播说，哎呀，我真的觉得哈，这个习近平应该下来一下，应该要开放其他的政党一起来执政，可以联合执政，跟我们蓝白的理念一样。黄国昌今天提出了蓝白2028联手执政，所以啊，中国共产党应该也要学习我支持的蓝白一样。要找中国的民革民盟联合执政，而且不要在共产党统治下的8个民主政党，应该权力跟共产党一样大，而且让民革民盟的人也可以担任军委主席跟军委副主席。你敢不敢这么做？总理跟副总理应该要找民革跟民盟的人，你敢不敢这样做？不敢。公三小，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魏凤和不是前2周被判10缓，这个叫透明，这个叫公开啊！新闻记者怎么都没有去采访魏凤和、李尚福啊，还有你们的家人，你们是不是被冤枉了？来，现在这个中天来帮你们辟谣，来讲出来，你们是不是被习近平迫害，跟这个迫害柯文哲一样？来，请讲。正常的民主国家不应该是这样子吗？啊，魏凤和，我好冤呐！我是被这个老习害的那老习想要借我们去杀这个张幼霞真的不知道这个人呢，到底在公三小89最近比较常开直播哦对，我现在暂且26开直播，然后135上正片，然后礼拜3我会上，礼拜3我会上一个预告片，就是日本纪录片的预告片，然后礼拜6晚上大家帮我散布一下，大家帮我散播一下，说礼拜6挺军购游行之后有一个日台的纪录片要推出哦。哎呀，你们不用在那边酸我直播啦，因为我很久没有做直播了。你知道这个做直播是要长期培养观众兴趣的。你知道我2021年那个时候也蛮常做直播。你知道我那时候开播也是1万多人的大台你知道吗？那后来我都变成放正常影片，那大家当然就没有直播的习惯啦。这不知道你们，哎呀，够阴阳了哈。啊，什么东西？台派围炉，吕杰老师叫我们来，什么意思啊？啊？吕杰大军啊？什么？为什么现在刷吕杰啊？吕杰老师叫你们来，什么意思啊？啊？怎么都在刷吕杰？是吕杰老师刚开直播还是怎么样叫你们来吗？什么意思？我现在有点搞糊涂了。我被吕杰出征，他也感谢谢谢这个吕杰老师，谢谢吕杰老师。我其实很早就有关注这个吕杰老师的一些上课的切片，我最记忆深刻的这个记忆犹新的一个影片是什么呢？他说那个教学生失恋那一集嘛，说你失恋你就空腹去喝绿茶，你就不会觉得失恋很痛苦，你就会觉得肚子痛更痛苦。那个影片真的是笑死我了。原来是这样子哦。我刚刚想说怎么我的频道被出征了哦。有吕杰老师在支持89一波，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支持，谢谢你们哦。对，因为我其实我开到11点好不好？再跟你们闲聊，因为我今天上课也上差不多了。我今天上的课，其实也不能说上的有多艰难啊，我觉得就是把大家没有接触到的讯息跟大家分享一下而已。好了，谢谢这个吕杰老师。
吕杰老师今天的主题是贾董吕家军，吕家军。那我是什么军？八家军，这听起来好不雅观哦。唉，我也要被通气。对，谢谢你们。刚刚前面上了很多课嘛，对吧？包含川普的所有的演讲跟专访，还有美国国会议长跟大家分享他的结论啊，他2段的采访，还有卢比欧的专访还有这个马呆馆长不知道在攻三小然后中间也插了很多中国的议题八嘎军、八七军、什么八路军、八家囧、温家军，谢谢你们。偶像，你可以回我一下吗？谢谢，我会高兴一辈子的。来回你。好，感谢你们的礼物。好，我们再闲聊一下，好不好？因为今天课上差不多了哦。你们有什么问题来问我好了？就最后的10分钟，我们来回答网友的问题，好不好？对，明天是礼拜3，明天我有约了一个人，他跟他的家人办了中共的身份证，他找到我寻求帮忙。那他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被揭露呢？你们猜猜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被揭露？他为什么会自动跟我讲说，包九，我错了，我办了中共身份证，然后寻求我的帮忙？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感谢你这个6500块的抖内，八九加油！大概2年前 YouTube 开始推你的频道，我就开始追踪你了。我是新竹人，我做送货的，本来跟客户说，这个诈骗包裹都不信，结果现在改口。跟他们说这是大陆来的包裹，然后一堆人就拒收了，超好笑。谢谢你让我了解，原来我是台派，我支持中华民国光复南京，重返世界联合大会，然后让大陆变成自由民主的国家。我更支持台湾独立，让台湾正式成为国号，并加入联合国。对了，我个人目前对民进党一定是要把酒驾毒驾、诈骗做好，一定要督促政府改善。不然到时候民进党票会很少，因为我周边的人目前都是拿这个抨击民进党。对，这个就是我说的嘛。我刚刚前面有讲到这个美国议长的问题，还有这个川普的专访问题，我是不是说了？选举，尤其是中期选举跟地方选举、州议长的选举，很多都是 focus 在哪里？内政。对，好，我回大家刚刚的话，就说。明天我要接触那个他们全家去办中共身份证。其实林金城说的也没有错啦。他2024年那个时候跟我们说什么？他在纪录片说，估计如果台湾政府没有发现的话，到时候台湾将近有20多万人领中共身份证。你看一下，我去年7月我还有拍一个新的纪录片，我里面就曝光7个人了。然后现在到底有多少金门跟台湾的老人过去被骗去办定居证？定居证就是中共的身份证了，然后去买房，把钱拿去那边压资产，有多少台湾人已经干这件事情？而这些人他是有中共的身份证，他可以在台湾投地方选举、跟总统大选还有立委选举。你觉得这样是对的吗？那中共会给我们票说把习近平投下台吗？也不会啊。那这样公平吗？不公平啊。所以话说回来，你们知道为什么他会主动跟我讲？89，我有这个中共身份证，你能不能帮我？因为他被发现了，他怎么被发现了呢？他上面的人把他出卖掉，因为他不配合任务啊。然后上面的人就把他的资料寄给陆委会跟移民署。来，这个问题我是不是2024年拍纪录片的时候我就已经跟大家讲了，说你别以为你去那边拿免费的贷款，你就可以逍遥法外，你就可以悠游自在。上面或是中间人要你办事情的时候，你不同意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个丢给陆委会，丢给移民署，是不是？是啊。
就不知道说什么，你知道吗？真的不知道说什么，苦口婆心讲了几次，一遍又一遍。什么叫说好8、9故事？好了，不要再阴阳我了哈。对啊，很多哦，因为中国的房价现在在跌嘛，因为通缩嘛，然后呢，那边的中介用了很多话术，那个话术是什么？我现在还不能揭露。那边的中介有中共的中介，也有台湾的中介。中共的中介，我就把他当成是中共指派的人，那敌对了，没什么话好说。但台湾的呢？台湾的是坏哦，因为我手上有他们的录影证据哦。因为这个在我年底的纪录片要出来哦，很多哦，台湾人哦，坏哦，而且他们自己不办，骗这些人办，他们用的话术跟诈骗行销是一样的。然后那个老人家就一愣一愣，哎呦，真的哎，反正最后台湾手下我也没什么损失。唉，但是心很累。然后今年9月还要跑一趟芬兰，要参加那个世界台湾人大会。如果到时候我的流量还是被 YouTube 压的话，可能也没办法去了，没有机票钱，对啊。唉，反正，想听8、9以前为什么要去大陆发展？我没有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啊！哎呀，好，我刚刚前面介绍了我的国中经历、跟高中经历，还有大学经历啊，那我这边就不赘述了，可以自己回去看回放。大学的时候，我拍了那一部毕业制作，我赢得了澎湖影展，我赢得了7项学生影展的大奖，7项。我是导演，我们团队赢了7项，加澎湖影展8项，然后我们学校的指导老师，还有其他的这个别人的指导老师觉得我们的作品很优秀，可以去苏州报名国际大学生影展，他就帮我们报名了。那个时候的我对中共没有太多的了解，就觉得说它就只是旁边的一个国家。而且你知道吗？我在发展智利的时候，我是马英九时代。马英九时代，我身边很多中客嘛，很多还有陆生嘛，我们跟陆生都相处的蛮融洽的，因为他尊重我们嘛。虽然很好笑，他有时候会阴阳一下，反正你也是我们的一部分。然后但没有开玩笑，我知道他在开玩笑。那 anyway， 反正这是一个小插曲，我们都很融洽。那我也想知道说 ，OK。中天新闻报的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中国人均都1、2万、3、5万啊？去那边干一个基层的工作都比台湾好。对，我也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刚好有这个影展，我去看看。我落地上来，落地说去参加，不是只有台湾人参加，美国的、菲律宾的、日本的、韩国的、欧洲的学生都有来参加，400多组，我们去参加，我们拿了第3名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中国，我就去看。我去参加这个影展，什么叫做我去发展？差太多了吧？然后我去那边之后才发现，哎呦，为什么上海外滩以外后面那个红砖区这么多的城中村，甚至比你们说的什么台北什么铁皮屋还破？为什么？为什么他们拿着尿壶去倒尿？为什么那个电线杆拉的跟那个东南亚一样？那个不是在观光区耶，各位。然后我去苏州观前街跟钱塘街的时候，还有那个叫什么寒山寺还是雷峰塔，我有点忘了。我去那边也是啊，妈的，为什么人都随地吐痰，然后那个骑车都乱按喇叭，好像没有在闯红绿灯啊。然后我去看呢、那边1件10块，1件10块，错过就等现什么之类，我也忘记那他在喊什么啦。1件衣服卖10块，我说这太便宜了吧，10块人民币哎。然后我看那上面招聘薪资多少？1个小时15块，
然后有些那个饮料店、奶茶店，你为什么卖的奶茶比你员工的薪水时薪还贵？啊，这样我在这边打工1个小时，我还买不起一杯咯，我还买不起一杯加大加料的哦。我那时候看到是这样子啊。然后回来之后没多久，不就反送中了吗？然后当完兵之后就反送中，然后我就更认识中共了，就是这样子啊。什么叫我过去发展？我没有过去发展啊，过去看过、了解过。也去走过城中村，也走过这个乡间小道，也去了解。我去任何国家，我都会做民调啊，我都会去乡间小道去晃晃啊，我会去各地的菜市场逛逛啊。你去菜市场逛，你才知道这个国家的基层的人还有素质跟物价在哪里啊。是啊，我去欧美国家，去日本，我也会去逛当地的市场啊，我也会试着坐公车啊，我都会去做的啊。唉，哦对啊。啊，对啊，乱按喇叭，我又回头骂一些靠背哦。哎，好了，反正就差不多这样，再4分钟，最后4分钟要下播了，好不好？89，你推出的那一支纪录片可以配日文字幕吗？啊，可以，没问题。哎呦，有人呛我哎！89哪有15块时薪，一般都是12块。我接受你的反驳，我错了。我压力很大，你知道吗？今天还有一个，我也不知道是蓝白还是怎样，我不晓得是中共网军吧。他就说，好羡慕89都可以好自由拍 YouTube 赚钱，不像其他人。要上班8小时，真的有人这样呛我。他说他上班8小时，在那边搬货，然后在办公室打字。他说我上班不到8小时。我们昨天几点回家？凌晨4点，应该是今天早上凌晨4点。我回到家快5点，笑死人了。你知道我连洗澡。我有买一个小凳子，我就洗澡，连蓬头下来。你知道我每天要吸收知识，吸收到连我洗澡手机都要放在前面看新闻，看国际新闻播。我时间已经紧到这样子。我在大便的时候也是看那个国际新闻，然后翻译，很闲哦。我工作跟生活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啊，不然你来做啊。我跟你说啦，我以前大学暑期打工，不是、啊，我大学因为那时候交女朋友有一些花费，我也去打工啊，又没什么，我也去端盘子啊，我在夜景餐厅啊，我那时候学会多少技能，到现在都很实用呢。你不要以为做餐厅端盘子没什么技能，有你看很多人都是这样端的，都是这样端，其实这样端是最不稳，你要这样端，你要这样端。你要这样端，你这样端可以端2个火锅走，快跑都不是问题。你要5个支撑点都平衡，你这样反而是受力不平均，你这样是平均的。我还可以这边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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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锅火锅一起出啊，没有问题的。这是要有技巧的，所以其实很多东西，然后我觉得每个行业都是一个学问，对不对？你做很多行业，你要学会先后顺序，先次。好，比如说你做超商的也是一样啊，我也做过，我以前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也做过超商啊，我大夜班早班我都做过。当今天有很多突发状况来的时候，什么事情要优先解决？轻重缓急要先排序下来。到底要先处理送货的人呢？领货的人呢？咖啡的人呢？报纸要来送报的人呢？还是冰淇淋要运进来，你要帮他签收的人呢？还是要买烤地瓜的人呢？还是有人跟你说，哦，我要吃烤地瓜，帮我补的人呢？还有，可不可以请你帮我找个东西的人？如果这一次突然来，然后你的同事又刚好睡过头，然后你必须顶班，因为你有责任感，因为你不顶班，这间超商就没人了。这个时候的你要怎么做？对，我就在说我的经历，我就是他妈那么衰，我那一天就是这么衰。我大夜班帮他
站到早上10点、11点，他还没来。然后我那一波找风波结束之后，我说操，我才有时间打电话给店长。然后店长说：“我干，你怎么不赶快打电话给我？”我说：“我没有时间打电话给你。”然后那个店长那一天就把他的薪水全部算在我身上。哎，反正你就要先想清楚哪一个是优先解决，然后当然你的情商在这边也要发挥作用。所以各行各业其实都是一门学问，哦，都是要尊重各行各业。哎，我是来看青鸟崩溃的。你说崩溃，习近平又3连任吗？还是要崩溃什么？我搞不懂。你要崩溃说，你月收入多少，然后每天996，我不知道你要崩溃什么。对，好了。今天就到这里。明天有2支影片哦，明天2支影片哦，1支预告片，然后晚上9点17分正片，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然后礼拜6晚上的纪录片，请大家要分享。明天的影片，请大家多分享，好吗？拜拜拜拜拜拜，感谢各位今天的抖内，再见啦，再会啦，大家。然后要怎么关？好，拜拜。